欧洲长期以来啊，就是只要咬美国这个零就有饭吃的情况，这个时代可能一去不回。欧洲人是及早要能够觉悟觉醒到这件事情。吕特北约的啦，还有这个冯德莱恩的梅洛尼啊，他们基本上跟川普是有私人的交情啊，但是他们基本上对于川普这边所提供的关税，去年4月通过，他们就是拖。最近美国非常丢脸，美国这个国家成立是因为美国革命推翻了英国，然后把它殖民地回来，结果英国的国王查理3世跑到美国讲说，请大家珍惜民主的价值，这个对美国来讲是极大的羞辱。再回到环球大乱线节目现场，第3趴的节目呢，我们要来看到开启大关税时代的美国总统川普呢，这位关税侠啊，又一次被打脸了。怎么说？美国国际贸易法院呢，近日裁定，川普政府依据贸易法第122条款呢，推动这个全面课征10%的关税呢，这个行为被法院裁定是不好意思哦，再次违法，不能来做。那么法官判决的理由就是，川普签署的公告中呢，没有提出足以证明美国现在存在庞大且严重的国际收入的赤字这样的一个证据，因此呢是无法合理引用这个122条款的。那川普得知这个消息，我相信他应该也不意外了啦。这已经是他跟法院过招这个川税议题的2连败了，但是他还是不认输。他说，法院做出什么判决呢，我都不意外，而我们还是会得到一项裁决，他就要用另一种方式继续去做，所以之后可能还会有更多的这个关税出招，我们还不知道。虽然他扬言呢要推出新措施，不过总统的关税都已经被自家的法院否决了，其他国家这样继续看在眼里，那前几年的这个审判日要变得有点像是笑话，那还有公信力吗？还有其他国家是不是反正我就继续缓和就好，反正最后你都是要被自家的法院给否决掉了嘛？议员怎么看？有没有国家会继续这个信任川普？有啊，就是我们呢，对吧？早就说过了，要宣判，不要急着去谈什么 ART， 结果宣判之前大力的去谈，谈完之后，哇，这个美猪美牛的内脏，然后还有放宽发芽的马铃薯，甚至为踢爆，甚至我们很多农药的残留标准也都放宽。美国还对我们的校园禁止基改食品大有意见。未来可能也要放宽，这都还不含什么台积电那些半导体的东西，对不对？那请问放宽那么多，最后如果川普全面败诉，不能再课关税，那我们前面这些谈的白送啊，白送。其实现在就是白送，因为我们付出这么多，换来叫15%，然后15%就全球都15%，没谈的也15%，我们已经是白送。所以主持人问得很好，还有哪个国家会傻傻的信任川普？就是我们啊，好，那我们也看到了，川普的这种无视司法、我行我素的傲慢态度，就法官判他不行，对吧？那他就继续另外的另起炉灶，反正总有一条法律他要能够拿在手上，要来对全球课关税。那如果我们光看自己不准，我们来看一下欧盟其他国家都是怎么做的。面对反复无常，而且已经是无理取闹的川普，欧盟呢已经放弃幻想，转向了什么？同步、对等，而且升级的反制。你对我做什么，我就对你做什么，对吧？你对我课关税，我也对你课关税。为什么我要去给你什么扩大投资啊，然后放宽贸易的进出口啊？看一下欧盟哦，它立刻启动所谓叫贸易火箭筒，清单高达260亿的欧元。在今年3月份，美国对全球钢铝加征25%关税，没过多久，欧盟就干嘛？立刻反制嘛。所以现在也是啊，他要求欧盟呢7月4号之前要干嘛干嘛，欧盟呢也没有再甩他，所以欧盟已经准备好启用了叫反胁迫的工具，可以限制美国企业的市场准入，而且实施出口管制，这也是直接打到了美国科技巨头的要害。所以德国的副总理更明确表示，如果美方加征关税，欧盟呢会反制。那加拿大呢也蛮厉害的，为什么？因为他先前也曾经说他要组一个超级反川普贸易联盟啊。那当然到目前也过了一阵子，他这个联盟不知道组起来了没有啊？但是他就是要联合世界上其他所有国家干嘛呢？在贸易上不是说美国排挤我们，是我们要排挤美国。对。那再来，所以啊，这个跨大西洋的关系，欧洲的领导人基本上一致谴责美国把关税当成是霸凌的手段和勒索的工具。德国的总理莫兹他也讲说，川普就是要打击整个欧洲嘛。所以川普在前一阵子也是把欧洲的几个国家领导人通通都骂了遍，对吧？然后反正北约的也骂，然后呢德国、法国，反正他每一个都骂，因为觉得你们如果不理我干嘛呢？那我就对你们课关税。所以这个单边霸凌真的是从去年以来到现在将近1整年啦，对
对吧？这关税战是去年4月份的事情，到现在也1年多了，所以大家都已经无法再忍受了。那因此呢，只能期待说，全世界都不要再被美国这样子无理取闹的勒索下去。了解，好，这一次呢，关税又再次被美国的法院给否决了，所以关税碰壁要找人出气嘛，那谁是最好的出气筒呢？在川普的眼里，温良恭俭让的欧洲国家，那当然就是一个好选择嘛，不欺负你要欺负谁？所以刚才议员有提到，川普放话呢，欧盟必须在7月4日，也就是美国250周年国庆日之前啊，全面批准跟美国的一个贸易协定，要把所有的关税降到0，否则它会对欧盟寄出高出许多的一个惩罚性关税。然后最近大家有在关注国际局势，都知道美国总统川普跟德国总理梅尔茨2个人不对盘嘛，从汽车的关税吵到要从德国这个撤军5000人的话题。欧盟之所以很容易被川普针对，就是因为欧盟是一个整体嘛，它是有非常多欧洲国家组成的。那每个成员国他们都有自己的利益，都有自己的各怀鬼胎，这有时候很难达成一致的关键。而当中的这些分歧点，就是川普喜欢去突破的点。好，下个月就要跟美国还有墨西哥一起办这个世界杯的加拿大嘛，刚刚也有提到要组这个反川普联盟，现在进行的怎么样？我们持续观察。最近也是跟他南边的邻居渐行渐远啊。从卡尼出席这个欧洲领导人峰会的动作，就不难看出欧洲非常有意啊，要拉拢这位北美跟美国最靠近的这个加拿大。好，如今川普再一次摆出这个欺善怕恶的脸色。我想问一下袁老师，你过去也是留欧的，对欧洲非常了解，非常了解。再一次面对这样的状况，欧洲人可不可以团结起来，一起扛洋川普？我觉得这个问题啊，要分成几个层面，要尽量深入分析。我们从美国那边学到了民主以及法治啊，那这个问题牵涉到法治，我稍微解释一下。这个原来的话呢，美国的最高法院判川普的那个关税政策对等关税是违宪的，对啊，那个美国总统没这个权利，所以这个川普马上就来了一招，说我们收10%的税啊，现在的话呢，这个10%的税经过他们的这个贸易法院说也是不合法的，所以已经不合法的东西的话呢，川普就完全不遵守这个法律啊，他说他有别的办法，他别的办法的话呢，你这边我分了4个部分来讲，深入一点。第一个的话呢，就是什么叫欺善怕恶啊，就是怕恶。大陆不是恶，他就是不敢针对大陆再加关税了。为什么？急着去啊！那大陆你加关税，我差点不合时宜啊，差点脏话都冒出来，你不用来了啊！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的话呢，这个软柿子捡着吃啊，就是欧盟。但是欧盟大家要了解啊，南欧跟北欧就非常不一样，东欧跟西欧也非常不一样啊。那大家的话呢，其中又有一个标杆性的人物，有3个了啊，就是这个吕特啊，北约的了，还有这个冯德莱恩的啊，还有这个梅洛尼啊，他们基本上跟川普是有私人的交情啊。但是他们基本上对于川普这边所提供的关税，去年4月通过，他们就是拖，他们就会感觉到，就刚刚汉尼也讲到，全世界地区不拖的只有这边急急忙忙通过，还大肆宣扬，这其实跟莫迪讲的赢麻了有点像啊。那么我第二个部分的话呢，我要强调，那个最近美国非常丢脸，就是说美国这个国家成立是因为美国革命啊，推翻了英国，然后把它殖民地回来，结果英国的国王查理3世跑到美国讲说，请大家珍惜民主的价值。这个对美国来讲是极大的羞辱啊！就是一个被推倒的王室跑回美国的国会演讲，请珍惜你们。对，你们把我们赶走的原因是民主，现在你不要了，你要就因为我们前不久才刚发生川普有个 No Kings 的这个运动嘛，对不对？啊，那现在 King 来了以后呢，这个川普没反应，他根本都不了解这事情的含义。加拿大的情况是非常不一样的，因为卡尼他本身想要联络，因为我们这个世界变成3份啊，中美是1份，对啊，那个其他原来有钱的国家是中间那1份，大部分都在欧盟那些国家，那还有一部分就是原来那个丐帮的那个他们的帮主，当然是中国大陆。所以说这个3份的情况下，那中间这1份到底是跟大陆走得近一点呢，还是回到美国那边？不过我强调啊，欧洲长期以来啊，就是只要咬美国这个零就有饭吃的情况，这个时代可能一去不回。欧洲人是及早要能够觉悟觉醒到这件事情，因为川普对于欧洲的态度的话，在逼的情况下，因为你知道吗？这还有2年多的时间，再逼下去怎么活？对不对？你欧洲势必要反对这个关税的态度。好，说到这个欧盟的生存危机前几年的俄乌战争打起来，确实让整个欧洲很紧张。但是，观众朋友知道吗？俄乌战争现在已经要迈向第5年，旷日费时，两边都是越打越虚的情况下，也让整个欧盟、整个北约感觉到生存危机稍微没有那么紧张了。好，所以比起前几年，川普用这个撤军当威胁、当号令的这个筹码呢，感觉现在不是那么好用。但是我就想问一下将军，现在欧盟或者是以北约来说，
在军事的格局上，他们还是最怕美国对他们做哪一些猜测的？我认为是这样，他们这一个驻军是一个影响力的指标，对，驻军越多越大，感觉到我影响力是不是更大？对，这是个霸权的符号，是不是？我们讲的越明显？对，那你如果要撤军，你的霸权是不是萎缩了？你在当地的政治影响力是不是式微了？当然嘛，你驻军越多，当然影响力越大；驻军越小，你如果住个，不要说从几万人你变成到几百人那种差别，非常明显的。是，我认为是相互需要。欧洲需要美国的驻军呢，来强化欧洲的军力。有美军在这边呢，美国是有在这个驻军强化我在当地地区的影响力。我在这个，因为我说驻军在这边，陆海空军都有，战机多少架，军舰多少艘都有。这个航空母舰还过来。偶尔来这边定期来演习的，是不是就是相互需要？我要彰显我这个地方我有驻军，我就能够彰显。那我认为这个川普他要去对欧洲这个驻军要减少，我认为他是一个形式上的裁减，不是做实质上的裁减。我认为他只是一个想要，这是我的筹码。我就彰显这是我的筹码。结果我发现这筹码，川普这个筹码其实打错了，没有用。因为什么呢？因为也会影响到3个。第一个，你的霸权伸张现在变成霸权退缩，这个你要吗？你减少之后，你指挥权、你的影响力都会相对受到影响哦。对，因为人数军力越大，指挥权是越大；你越少，你是越小，一定的嘛。第二个，我们可以看到，这会外溢到军工产业的市场。为什么？我驻军多。你那相关买的武器哈，包含军舰、包含战机哦，要跟我们有个匹配，因为我们驻军那么多，我们要演习啊，你不要南辕北辙，根本不相容。是演习为什么就验证我们可以相容，互相沟通联络勾连是这个样啊？结果你买的都是不对的。那现在我驻军多，你买的都是不是我们在这些的国防预算？你要相对的做编实，是不是这个样的？我认为是外溢到军工产业，美国不得不考量。第3个，我认为是心理战的价值。驻军减少，你心理战，我认为其实川普是打的在心理战。我减少你赶快接受我条件，要不然你减少哦，人家也看错了，看穿了。你川普其实这个只是心理战，是减少你自己的损失，你先损失吧，是这样啊。所以我就认为他们在等川普的，因为这个影响力会时间延后，川普还剩下2年半的任期而已了，时间延后，他们来看时间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认为川普的筹码。反而会因为时间的压力相对有限。我们继续要来关心是川普在3年来3度遭到枪击，但是到今天为止竟然还可以安然无恙。但是另外也关心在上周末发生的这场枪击到底是真的枪击案，还是原本就写好的剧本呢？现在阴谋论可以说在全网引爆。当然了，同样时间，是不是川普为了救他非常低迷的民调？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都会一起来做关心。3个火线话题，等一下请来宾帮我们做解答。一连串包括了在事前的火力预告，还有现场的枪声，到事后川普说让表演继续 ，Let the show go on， 到底是真实的预习的政治意外？到底是真的预习，还是一个政治的包装的一个选战脚本呢？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来做关心。另外，我们来看到在枪击案发生的时候，特勤的反应非常的快，撤离的顺序，甚至川普仍然被允许可以停留在上面一小段的时间，真的符合总统的维安标准流程吗？现在也备受讨论。最后，今天也会来关心到，在川普不管是在经济或者是选民对他的支持率如此低迷之际，有没有可能这个预习事件是写好的剧本来救自己的民调呢？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都会一起的来做关心。好，赶快来看到的是呢，在这一起枪击案爆发之后，现在各种的阴谋论在一起，尤其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细节，会觉得是不是怪怪的？因为呢，在枪击案发生之前，我们看到这个白宫发言人怎么说？他说今晚会是火力四射，而且非常有趣且娱乐性十足的一个晚上。川普则是说呢，让表演继续哦。这个是事后他在这场枪击案发生之后还这样说，所以大家觉得说这件事情有点吊诡。看看网友怎么说，他们认为说这就像一场安排好的政治秀，根本就是摆拍啊！枪声响起的时候，特勤局居然还可以让川普短暂的坐在那边，还打算让他继续演讲，到底怎么回事呢？俄罗斯媒体就直接酸了，根本就是川普为了自己的
支持率在这边自导自演吧。同时间，大家也在看说，是不是为了川普要救自己的民调？同时呢，川普跟共和党现在不是面临各种危机吗？尤其呢，77%的选民认为油价不断的飙升，他们认为川普要负责。那么还有就是82%的选民认为通膨实在太严重了，许多的选民更认为现在美国的经济非常的差。更多的选民是58%选民不会投给支持发动战争的候选人，同时共和党也不断的跟川普来做一个切割，在金钱上大家也是损失惨重，尤其就是川普币这件事情，从包括了今年的高点，去年的高点，1月的高点75美元暴跌了96%，到现在只剩下2.6美元了，投资人叫苦。再来看到的是川普家族路透社的报道，在这当中，战争期间狂捞了超过10亿美元，那么人民则是惨遭亏损。他们认为这根本就是权贵自己趁机在这场战争当中不断的获利，这可能是川普自导自演的一场剧吗？委员怎么看？对，我想当然啦，就是外界会认为说，川普这一次面临到这个枪手的意图暗杀这件事情啊，那么通常如果发生在各国啦，就是常理来讲，当然会凝聚到全民的这个向心力啊，然后呢得到大家的这个同情，然后呢被暗杀的对象的声望会大幅的提升哦。那我们光看一个地方就好了，光看那个哈米尼当时在被斩首之后，哈米尼就立刻变成伊朗的英雄跟烈士哦。对，在没有被斩首之前，伊朗还是有强大的反哈米尼的力量嘛。可是当他殉教之后，就所有反哈米尼的力量就被所谓的聚集效应整个都集中这个重新调整过来了。所以呢当然外界会有这样的想法。我相信川普自己本身哦，先姑且不讲说这一场是不是他自导自演了，但是有一点哦，我觉得他是一个最大的败笔。就是不是你自导自演，你想要利用这样的一个机会来造势也无可厚非，不过不要表现得这么明显。他现在就是表现得太明显了，我认为是不是他自导自演，这个我可能会暂时把它排除。可是我觉得他想利用这样的一次危机来作秀，这个心态太强烈了，所以他才会讲说 Let the show go on，然后你变成让大家都听到了。所以呢，本来呢，你如果很自然的表达出来你的英勇的态度跟立场也就算了，可是因为你讲了这句话哦，又在那里跟那个维安人员又有一度的这个讨论，所以你当然就会让外界就觉得说，这个我到底为什么要同情你呢？就是你也毫发无伤啊，结果你还想要利用这次的事情来造势。那当然，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第二个原因就是，当然民众是有同情心的，我相信美国人民也有同情心。可是因为川普在过去这段时间他做的事情实在太具争议性了。他所做的事情让外界认为他是一个没有同情心的总统，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叫民众把他的同情心给一个没有同情心的政治领袖，这个转移恐怕没有这么容易了哦。就因为毕竟我说过，川普没有受伤哦，他不像上次他耳朵还被射穿了，他现在是毫发无伤的情况之下，民众的同情心恐怕没有这么容易凝聚在这个聚焦在川普的身上。那再讲。川普给美国民众现在有一个很不良的印象，就是他们会觉得川普就是一个 trouble maker， 就你就是个乱源啊，所以呢，为什么后来你看到这个事后的一些民调，58%的民众显然没有同情川普，因为他们会觉得这所有的 trouble 都是你造成的，国际的问题、国内的问题，不都是你一个人干出来的吗？所以麻烦是你惹的哦，那你今天面临到这个对你有仇恨的人来暗杀你哦，试图伤害你。但是问题是，这件事情原本是可以避免的，就国内原本可以不要这么乱的，全球也可以不要这么乱哦。所以川普自己被塑造成为一个 trouble maker， 那就更难这个达到所谓的聚集效应了哦。那更不要讲说川普现在有太多弊案在身上了。你先不要讲说这个相关的这些丑闻了，你就光讲说他在这一段时间他有没有操纵股市，他有没有操纵这个加密货币。这些东西都在这个调查跟报道的当中，让更多的民众都看到了。所以我当然认为说，川普可能会认为，或者是原本外界会预期会有所谓的聚集效应，因为这件事情川普就顺利过关了，然后呢，他又可以重新得到这个民众的认可，或者是在同情心的驱使之下，他的民调可以从这个30几%反弹上来。但是显然这几天看起来并没有这样的效果哦。
那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我刚才提到的，这一切都是川普自己搞砸了。好，不管川普是不是自导自演，但是我们看到他在这个发生的枪击案之后补了这一句，让这一场戏继续上演。那让外界质疑说，你还是在这边看好戏的心态，甚至想要借由这一场枪击案为自己的政治做宣传铺路。但是我们再来回到有关于阴谋案这件事情，因为呢，当时的撤离现场有点怪怪的。根据了解，是副总统范斯先撤离的。大家在看说，这样到底是否合理呢？那为什么就是听到枪声的时候，川普还可以短暂的时间留在台上一阵子，甚至好像不用立刻的去做撤离？大家也在看说这件事情是不是怪怪的？到底有没有符合所谓特勤的流程？那吕县长怎么看？如果我们来看也就是有关于白宫发言人李维特他讲说有关于这个火力四射的部分其实讲的应该不是枪支也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因为李维特本人以及川普本人一天到晚指这些媒体 fake news， 那既然大家都齐聚一堂了，那可能会有言语上面的火力四射那我们来看这个是完整的一个白宫记者联谊会的一个会场我们看到这个黄色箭头下面指的这位其实就是川普，那在白色箭头指的下面这一位呢，也就是范斯。那他们是在不同的位置上面其实这个位置很重要，因为跟我们现在接下来会看到的这个画面有关我们看到的第一个场景，其实也就是范斯离开了。范斯离开的时候，川普在干嘛？川普坐着看范斯的离开，看着范斯的背影而去。但是这个时候我们不要对这个特勤有太多的怀疑，因为特勤早就已经在这个前后左右都已经就位了。那为什么川普没有这么快速的走呢？其实我们这样讲我们如果跟着，因为这都媒体在场，所以拍摄的非常完整我们看到之前会在那边 fight USA 的这个川普，这一次为什么没有？因为其实他离开的时候还摔了一跤。那现在有很多人怀疑川普他的一个身体的状况。那这一次是不是从这一摔那其实他就已经隐含着他已经不能够像他竞选的时候所可以临场反应，而且他在走路的过程，其实这一些一定都是特勤安排好的。那至于先后的部分，那就是最起人疑窦的部分。那也就是他的脚是不是有问题，早就知道。所以大家看到，既然场面已经控制了，范斯先拉走，然后接下来还是让川普总统按部就班的慢慢走。结果没想到他慢慢走还摔了一跤。那至于民调的部分我们来看这是上面这张是这个经济学人的部分那他最后的这一个做的时间是4月19日，我们看到他继续的下跌了17个百分点。那其实如果我们看经济的部分更为明显那这个是川普第一任的状况，那这中间蓝色的其实也就是拜登的部分。可是如果我们看这川普第二任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这里有一个直坠下掉的现象。这是什么时候？这就是2月28号开始打仗的时候。那在这个时候，其实大家都知道，当你的国家开始作战的时候，实际上来讲，你就不能够把你的全部的预算用于人民、用于经济投资，反而通通用去买武器。所以我们这样讲也就是我们回头来看，川普这一次如果是一个阴谋，如果是一个假旗行动，他其实并不成功。也就是他如果没有办法在这一个与伊朗的战争中有一个妥善的一个出场的方式的话，其实他的第二任对不起，不是第二任是他的期中选举之后非常令人堪忧。好，不管是不是假旗行动，但是我们看到3年内3次川普都遭遇到类似的事件枪击案。那他是不是也想要把自己打造成所谓的，因为他之前一直打造说自己就是天选之人，是不是也借由这样子的一个枪击案来打造自己这样子的一个形象？有没有这样的可能性？那杨老师又怎么看？
他这次不是天选之人了。他上一次右耳被擦伤的时候，感觉上塑造出选举的天选之人，他因此当选。但这一次他荒腔走板，反而凸显了那个枪手他的资历、诉求、背景。连川普在当天晚上接受 NBC 的60分钟的专访，对，那个主持人，就问他 O'Donnell， 就问他拿了一个枪手所写的内容，指控川普是一些不好的字眼，那川普当场就很生气，就翻脸，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公开的在电视上来质疑我这个东西？然后就开始在骂他可耻，所以媒体对他也不客气。那他也对媒体不客气，所以就变成一个公关的灾难，媒体的灾难。然后呢，他又开始在讲说，我要一个大宴会厅。那人家都会想到，这个大宴会厅就是像是海湖山庄一样嘛，就这个人很喜欢黄金的，然后呢，然后他又把那个公布出来这些事情，所以我是觉得他的处理真的是不太好，然后反而是凸显了这个枪手31岁。加州理工学院毕业，那不是一般的学校啊。然后呢，是一个天才型的，但是他是有一个诉求，支持民主党。现在整个川普的支持率一直维持在36%左右，反对他大概是50%、52%。但是呢，如果你看年龄层来分的话，30岁以下的70%，全美不管你是靠哪一个党，70%的年轻人反对他。然后现在在各地所做的。就是初选，德州的初选，民主党是温和民主党当选，但是呢，在有一个地方叫做就是伊利诺州的第9选区，这个选区叫 AIPAC， 那是犹太游说集团。其实好多美国的共和党、民主党竞选都拿这个集团的钱。那这个集团在这个伊利诺第9选区花了540万美元，400万在支持他们喜欢的那个，140万呢在不断的做负面的广告，批评就是反以色列政府，支持巴勒斯坦跟伊朗的民主党的候选人。结果他那个是州参议员的选举，结果州参议员选举出来，那个民主党人胜了，所以 AIPAC。犹太的集团花了540万美元，不可能。现在整个美国这个氛围在转变，因为他看到整个加沙战争到黎巴嫩南部以及对伊朗，你这个都是在屠杀，然后没有道理去攻击别的国家，然后造成自己油价高、经济不好，年轻人受不了，到处都在 No Kings 的抗议，然后呢再加上艾斯移民各个层面。这个川普已经有一点像是疫情刚来的时候一定真的是荒腔走板了。我觉得接下来他可能会越演越差记不记得那个时候他还说要吃那个杀虫剂，然后呢那个洗衣剂还可以这个杀这个 COVID 的那个 virus， 但是呢他这个时候会不会讲出一种很荒唐的话，我们不知道。但是呢现在的整个美国的国内的氛围是往这方面走，而这一次的暗杀他又处理不好。那反而让大家更加的这个对他的这个仇恨值就会更加的高。美军弹尽粮绝拉警报，赫格塞斯在这个时候还突然间搞起了宫斗。等一下赶快来看到美国现在军方的宫斗剧那么等一下也会来关心到说，包括了美国的重大的7个飞弹都快要被打光了吗？重大落点，等一下我们会一次的来看。那么现在来看到的是，我们看到的是美伊双方正值最紧张之际，没有想到五角大厦内部现在却自己乱了起来。这一位呢是美国的海军部长，他是费兰，突然间无预警的请辞了，而且是在这种美伊可能快要爆发大战之前，没有想到高层竟然火速请辞，到底怎么一回事呢？现在《华尔街日报》跟来自于 CNN 的
报道特别做了一个爆料，他们认为今天费兰会突然间无预警的请辞是跟赫格塞斯有关系的。他说呢，赫格塞斯一方面要费兰说你要么就主动的请辞，要么你就是直接被我开除。结果费兰他是选择主动请辞的。要知道这位海军部长他可不是一个简单的人物，他呢其实是川普的一个核心的金主。那么过去在私人投资公司，他是一个创办人，亿万富豪，他没有任何的军旅的经验可以但是却可以直通的是白宫的核心圈，而且呢，被爆料因为他跟川普的关系非常非常的好，他常常会绕过五角大厦的体系，直接向川普来谈军备，而且被质疑他甚至还推动所谓的川普级的战舰，这样子的一个计划，这样子的一个消息传出来之后，听在赫格塞斯的这个耳朵里面，让他感到高度的不满，认为说你费兰怎么可以绕过我，然后呢，直接去跟川普去呈报事情，所以他决定要架空费兰。这是来自于《华尔街日报》跟 CNN 所做的一个预测。所以说，这是一场权力的斗争吗？还是赫格塞斯认为说，现在在伊朗的战事非常的不利，干脆找一个替死鬼来帮他顶替？那赖老师怎么解读？当然是一个权力斗争，也是一个个人的利益之争了啊。这个跟找一个战事不利，找一个替死鬼一点关系都没有。原因很简单。美国的国防部长也好，或是各军种部长也好，是跟战争没有很直接关系的。你把它想象成为一个球队来看的话，它比较像经理，也就是说，我陆军的部长或者我海军部长，我就是帮海军他们的征兵找兵员、找球员嘛，然后再帮你们做了一些你海军的制服啦，还有你海军所需要的船舰啦、武器啦、炮弹啦、吃啦、喝啦、吃喝拉撒屎，那就归我部长管，跟作战无关。作战是参谋长管，海军参谋长就要有点像教练一样。那也就是说，用兵、调遣、作战、训练，那归参谋长的工作归他们的这个海军司令，还有他们的各战区的海军司令他们的工作所以跟战争部长跟战争是没有关系的。是。那也就是说，这个文人部长的话，他就是一个经理而已。就是说，哎呀，我这个海军战争，我海军训练要场地这个球场，那我是不是协调一下？那这个部长的工作。那你要用什么球具这个部长的工作。那你想想看，当这个川普他想要造一个大海军，他想要弄一个大海军，要一个大海军要造什么战舰？那你要造什么战舰？那这个就责成你部长要去管了嘛。那这个部长要造什么战舰，他就找这个懂的不管他的同事、幕僚，或者是军工复合体，或者是海军的这些参谋长，他们来开会讨论。所以这些海军的参谋长，他们就开始去思考，说，我这个海军战略大概要怎么样？那我要适应这个海军的战略，未来的战略，我就需要什么样的船舰？那我要什么样的船舰？我的科学家、造船工程师，他们就画出一个图样，然后给他看，然后他弄完了以后都确定了，然后再看看军工复合体，因为他金主嘛。他们就是管钱的，再看看军工复合体有多少利益可以捞这个给这个公司捞，还是给那个公司捞？大家都弄好了以后，再跟部长做报告。那部长这边会诊完了以后，再跟总统做报告。可是问题就在于他跟川普的关系，那不非同小可他就是川普的邻居他就是海福庄园旁边的邻居平常散步跑步搞不好都可以碰到川普，而且他没事可以到这个川普的家里面海福庄园那边谈一谈爱泼斯坦或者是跟以前跟爱泼斯坦那边喝酒，然后介绍他太太一起认识这个都有可能发生的事嘛。那你想这样的一个川普的长期的金主，又是一个搞钱的人，又跟军工复合体有关，那这个对于一个国防部部长来讲，他当然要考虑，那我卸任以后，我如果被 fire 以后，我总是要有一个回转门嘛。那回转门目前川普要搞一个大海军计划，大海军计划那就是钱一堆钱那我如果能够搞一些军工复合体是跟我有关的话，是我搞成的，那我一回转门一下我就去当某个军工复合体的 CEO 那我捞的钱就更多了。所以这个对于赫格塞斯来说的话，你怎么可以绕过我，直接跟川普报告呢？那结果那个造舰计划一出来，川普一公布的时候，赫格塞斯不知道是这个人搞出来的。那这个对赫格塞斯来讲，我被架空了，这个牵涉到多大的利打仗不打紧钱最重要。
所以我个人认为这个跟战事顺利跟不顺利无关，这最主要是跟他的利益产生了巨大的关系。好，我们看到赫格塞斯担心自己是不是被架空呢？所以现在来整这一位这个川普的重要核心金主费兰。那其实呢，类似的拳斗剧不是只是费兰这一出，大家观众朋友持续的关心，大家还记得吗？今年4月份的时候，其实赫格塞斯的另外一出宫斗剧还有斗走的这一位是陆军参谋长乔治，而且乔治的手法是非常像的，也是突然间呢被通知说，你可以走人了，要他自己走人，而且呢，他把他请辞的关键点是在他们的部长，也就是这位乔治的长官，德里斯科休假的时候，他下达的命令，所以德里斯科非常的火大，当时呢还跟赫格塞斯大吵了一架。重点来了，这个德里斯科跟刚刚我们特别提到这位费兰一样，是这个有不小的来头，他是副总统范斯的重要幕僚，还是好朋友。华尔街日报当时就报道，2025年他刚上任的时候，他曾经跟赫格塞斯提议说，来一个安排吧，让川普呢跟这个副总统范斯到军中一起视察，然后他还大谈了陆军的改革计划。当然，这个赫格塞斯听到就非常的不爽，直接怒呛说：“五角大厦，一切由我来做主管。”宫斗剧，杨老师又怎么看？其实这个大概就是川普的翻版。对，赫德塞斯，你不能说他是小川普，但他越来越像川普。个性，然后决策，以及处理人事斗争的这种情况。川普也不是太特殊啦，全世界这种政治人物，尤其掌握权力的，其实都很接近。我个人也经历过类似的这种感受。其实他对于他的周遭的人可能会影响到3个层面的，他都会去排斥。第一，影响他的权利；第二个，影响到他的决策权；第3个呢，影响到他的媒体形象。所以呢，他不太喜欢找同阶或者是有能力的人，他喜欢去找比他低阶、能力又差，在年龄上、在能力上、在知名度上比他低阶，然后能力也差，然后呢，能够去众星拱月，能够去支持他的决策权、他的权力以及他的媒体的这种聚光度。好，不要去随便猜测哈，我没有在指任何人。我现在讲的是川普跟赫德塞斯。所以呢，你可以看到他们的这些人的运用当然就会特别去强调忠诚强调执行，以及强调你的斗争力。斗什么呢？斗政治人物，斗反对党，斗甚至同党不同意见的人，甚至你在同样一个体系里面跟你要唱反调的人。然后呢，斗媒体，帮你去把媒体的这些可能指责呢引导到你身上，然后你可以在旁边的观察。所以这个大概全世界的这种政治人物都很像，只不过是在今天美国它是权力这么高度集中，而且又在打伊朗的这个战争过程当中，赫德塞斯跟川普都是非常不专业，而且整个过程当中不专业，这个走到底，而把所有的专业，把所有的这些真正有经验的人通通赶走，而不能忍受，即使是那种委婉的专业建议。他们都不能忍受，因为什么？会凸显出他们的愚蠢呢？所以就用这种斗争的方式，你会觉得说，这是一个茶余饭后，这是媒体报道的一个就是材料。但是呢，他就成功的移转你，把他焦点放在这个权力斗争，而他最后呢，掌控这个权力，把那个人给赶走。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在所有自己感受很深刻的，不是这个就是整个权力的这种运作，其实大概。这个古今中外都是很像，只不过在川普跟赫德塞斯特别的被强调。谢谢杨老师帮我们做个人经验的一个分享，也用在国际时事上面了。那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这个一边是宫斗剧，但是美国内部要赶快注意到的事情，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嘛，它现在有7大的飞弹，其实都面临在因为美伊战事上面用的太快，所以面临危机。那等一下也请这个厉将军来帮我们稍微盘点一下，这是 CNN 特别列出来的7款飞弹现在面临危机。第一个包括了他们的 THAAD 还有爱国者这个剩不到一半了。这个是萨德跟他的爱国者，再来精准的打击飞弹消耗45%，再来画面上我们持续看到战斧飞弹消耗30%，联合空对地的远攻飞弹也消耗超过20%，标准3、标准6飞弹消耗20%，现在预估要回到战前水准需要到1到4年这么多的时间。现在呢，这个盟友
甚至是美国也都开始找一些外援。我们来看到是美军在沙乌地的基地，现在导入了乌克兰的无人机系统，要来对付伊朗。将军怎么看？我先将这几种飞弹跟各位观众做一个介绍。我们常听到耳熟能详，经常听到。那这些飞弹到底是什么功能？第一个我们讲防空飞弹，防空飞弹就是萨德跟爱国者。那萨德跟爱国者差别在是一个是在大气层外面它就拦截了，所以萨德是负责大气层之外拦截的。那大部分拦截的是原来当初设计这个导弹是要拦截这个，比如说是核弹。这个在大气层外面就把你打掉嘛，那如果重返大气层之后，那用的可能是爱国者3这款导弹来做拦截。那这2种导弹很明显的这个已经是针对这个弹道飞弹来做拦截的。如果说对飞机来讲的话，大概用不到这两款飞弹，这是这个防御性质的。那攻击性质就是下面这3种，就是精准打击飞弹、战斧飞弹，还有联合空对地的这种遥控飞弹。那这3个很容易去辨识，一个是陆军，一个是海军，一个是空军发射的攻击型的飞弹，就是我要去攻击人家阵地，攻击人家的这种基地或者是攻击人家的机场，用这种3种。精准打击飞弹是陆军在使用的。这个战斧巡弋导弹是海军在发射的，然后联合空对地的导弹是空军这个飞机轰炸机在发射的导弹那另外标6跟标3是什么？是海军用的防空飞弹，因为海军他也是怕这个导弹对他攻击嘛，所以他必须要有防空飞弹那我们以前经常听到提风系统，什么是提风系统呢？它就是混合了这个标准6型跟这个战斧巡弋飞弹的整个一个飞弹系统，我这个系统既可以防空，又可以对人家打击，所以我们称之为提风系统。事实上，简单的讲，它就是这2种飞弹混合在一起。那我刚刚介绍完以后，这个我们现在在讲为什么美军这次会消耗库存那么多，还没有打完这场战，甚至于对伊朗来讲根本就没有屈服。你知道打仗最重要一件事情就是要精算嘛，这个弹药也是这样，就像是。这个你今天去市场去买菜，你一定要知道口袋里面有多少钱，你要买什么东西。那你不能去了以后，这个你才发现说我带的口袋这个不够深，钱不够用。所以你不要讲说这个美国跟伊朗打这个国家跟国家级的这种战争，就是小到一个营级去作战。战前我们也会仔细的盘算我的弹药怎么样就做分配对，我想说大家都一定听过一件事情，就是弹药基本吸行量几个基数或者是说主攻助攻。譬如说我当营长，那我底下有2个连这个2个连要去明天早上攻击。那第1个连负责主攻，第2个连是助攻。那第1连主攻，我可能给他弹药吸行量就可能给他会比较多。譬如说我会给他到70%的弹药。炮弹，那助攻连可能只给他30%，那预备队用的可能又更少，这一定是精算过。那为什么我会给他这么多？因为我之前比如说拿望远镜去看，敌人那边有一挺机枪，那边有一个炮阵地，那边有一个步兵集结，我算好以后，他要用多少炮弹，我才会给他这么多炮弹，才能够决定说你当主攻，你当助攻，而不是2个人叫过来抽签，运气不好的抽到主攻不是这个样子。那美国打这场仗之前，他是不是也应该要对伊朗所有的这目标这个获得做一番的情报收集？比如说这个伊朗有多少个导弹发射阵地？有多少个机场，有多少个这种雷达设施，你都要很精准的情报收集完之后，那你要开始做火力的分配，谁是由陆军的导弹去打，谁用空军的导弹去打，谁用什么东西去打，那我也要盘算敌人这个伊朗有多少个导弹它的这种我们刚刚讲的呼拉姆沙佛姆那种导弹对我攻击来讲的话，那我预估我会要用多少导弹去拦截，我都精算过之后，你才能开始去打这场仗。是。那现在很明显的，美国是说当时情报误判错误就没想到伊朗这个战力保存做得这么好。他们的导弹完全没被你消灭掉，所以说他现在防御型的导弹，你看标6、标3，还有这个爱国者萨德库存用掉那么多，那攻击的导弹也是一样，他没有想到这个伊朗的防御韧性这么高你去打他的导弹阵地，打他的弹药库，你根本就没办法打完，打了13000个，花那么多弹药根本打不完，所以我觉得这很明显。这个美军来讲，弹药库存会消耗到这么大，甚至于还要到1到4年之后才能够
补充完毕，代表美军战前来讲很明显的情报误判错误，才会造成今天这个弹尽援绝的一个窘境。